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春满阳讲堂。这是李老师在多伦多给大家分享种菜经验。俗话说，一年之计在于春。喜欢种菜的朋友的话，都在迫不及待的想动手大干一番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，到底春天什么时候可以种菜，种些什么样的菜。那我们先要聊一聊春天的这个气候特点是什么呢？它一个特点就是乍暖还寒。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时候冬季和夏季交换的一个季节，特点就是早晚温差大，有的是天冷，有的天特别热。那如果说觉得已经热了就去种的话，那就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损失。另外一个，春天的寒冷是一个总的一个趋势，特别早春，那品种选择上就很重要。好，我下面给大家推荐我们每年春天都会种的10种蔬菜，它们3个特点：第一个，耐寒喜凉，适合春天生长；第二，产量高，生长快，有的品种的话最多就是30多天就可以开始采收；第三一点的话，它的品种其实很丰富，口味也很好，非常适合家庭种植。首先一个就是蚕豆，为什么要种它呢？它的耐寒性属于比较强的，只要不被血压，那它的这个耐寒性可以零下10度都没有问题，这是它的最大一个特点，这是为什么最早可以种它。第二个，它属于豆科植物，种下去以后，它的根瘤茎可以固氮，可以肥地，另外它的杆直接填埋在地里面，单瘤肥都没有问题。那种豆以后，我们这个地就会变得很肥，你下作种什么都好。第三一点，这个蚕豆大家都知道，蚕豆很好吃，在北美的话，你超市里面你是买不到新鲜蚕豆的，自己种出来那味道更好。另外什么时候种呢？2月中旬，就是15号左右再施了育苗，育苗的时间2到3周，就到刚好2月底3月初雨再出气。这个时候雨再出气以后，它本身的耐寒性足够扛过，就是你下这个倒春寒下霜也好，这些都对它没有影响。当然我们要采取一个措施，就是育苗，这是必须的，因为最大的问题不仅仅是出苗温度的问题，而且是它因为这个种子营养比较好，个头比较大，播出去以后容易受到这个老鼠啊、松鼠的来刨种子，造成损失。所以我们先育苗，育了苗以后，这个营养转化以后，它就不会来刨，这是最重要的一点。第二个，它的这个室内的育苗温度能保证它在2周之内、3周之内长到差不多这个一掌这么高，加上小拱棚的这个覆盖，防止血来压，增加一点温度，它就可以迅速的生长。那到6月底就可以收获。第二个就是十字花科的叶类蔬菜。那十字花科的叶类蔬菜的话，就包括很多品种，大概说起来有10几个品种。它典型的是这个紫色芥菜、上海青小白菜、雪里红，凡是这一类的都叫十字花科蔬菜。它什么特点呢？也是一样，第一个耐寒性很好，第二个它品种丰富，可以直播，由于它种子小，直播没有问题。什么叫直播呢？就是我们地方整以后，撒了肥料，撒好了，种子直接就往地里撒，不再育苗。我们在播种这些十字花科蔬菜的时候，一个坑里面不是播1颗、2颗，而是可以播10几颗、20颗，播很多。播这么大的密度以后，等它出了苗以后，它个头不大，它能够正常的生长。等到长到差不多15公分、20公分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密度太大了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苗陆续拔出一部分出来。由于这个小草苗也是可以吃的，咱们就把它吃了，这就是鸡毛菜。随着这个菜苗的长大，我们逐步拔出一部分，最后一个坑里只留下1颗苗，那个苗可以长很大。那靠这样的方法，我们播种下去以后，30多天就陆续有菜吃，一直到70天，这就是见苗。那第3个就是豌豆类，它这个豌豆的特点同样是这么3个特点。第一，它的根有根瘤菌，可以肥地；第二个，它耐寒性非常好，我们这个可以在
3月初育苗，育了苗以后你再出去，5、6月份就满满的收获。那第3个特点呢，豌豆的营养价值好，它还可以两吃，把它的嫩梢采出来就是豌豆苗。另外，随着它长大以后，长到1米多高，开始爬藤以后，它结出的果同样可以吃。那同样的，豌豆由于它这个种子带的营养多，如果说是不育苗直接播出去，会被这个老鼠和松鼠来抛掉，所以一定要育苗育栽。同时这个时候还有一些这个霜冻，温度不够高，那我们加一个小拱棚给它保温，让它长得更快，长得更好。第4个，菊科的莴笋、生菜这一类，那我们单独讲莴笋。莴笋的话，它的特点是耐寒，因此我们也可以早早的播种。根据我的经验，3月10号左右直播就可以了。它一样的就是4月中旬到6月份一直可以从小苗到大莴笋都可以再吃，吃的时间很长。第二个，它属于菊科植物，让它和十字花科蔬菜轮作，这个土地就不容易生病。同样的，我们播种的时候3月10号左右还非常冷，要加盖小拱棚，保温保湿。第5个，生菜。生菜的情况的话，跟刚才说的莴笋非常近似，它和莴笋也是亲戚，这里就不多讲。播种的时间、播种的方法几乎是一模一样的。第6个，菠菜。菠菜大家都知道，这个它富含铁、胡萝卜素和膳食纤维，它能够帮助消化、抗衰老、保护眼睛，这是它的优点，营养价值是没有说的。但是它另外2个特点，第一，它耐寒性好，我们可以在早春播种，只要通过筛选的品种，它都不那么容易抽苔。那我推荐大家种的就是新西兰大叶菠菜，我们去年这个3月中旬播了以后，一直从4月底采到11月底，所以我在一个视频当中我说它是万岁菜，就这个意思，它不太容易抽苔。再一点，它属于不同的科，梨科。那这个梨科的话，它跟其他几个科的蔬菜轮作，同样可以保持这个土壤的健康，这是它最重要的一点。我们之所以采取丰富的品种来种，第一个，丰富我们的餐桌，你老吃一种菜也会这个倒胃口。土地也一样，你总种一样菜，它迟早这个会生病，会积累害虫，所以我们用不同的品种来轮作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。第7个，红苋菜。红苋菜大家也叫小米菜，这个苋菜的话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蔬菜，它含有较多的铁、钙、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C。那民间有说6月苋当鸡蛋，7月苋金不换，讲的就是它的营养价值。第8个，红菜苔。红菜苔属于一种十字花科的这个蔬菜，只是它是一种变种。它什么变种呢？其他十字花科的它长叶子长得多，这个的话它专门长苔。这个苔的话它口味好，在过去一直是进贡给皇帝吃的菜。那我们什么时候种？我们在3月20号直播，5月底6月初开始抽苔的时候采这个菜苔来吃。别的菜我们怕它抽苔，这个菜我们不怕它抽苔，我们吃的就是它的苔。第9个，茼蒿。茼蒿很多人都喜欢，它的气味清香，口感好，在中国古代属于宫廷菜。中医里面的话非常看重它的特点，它清热解毒，消食开胃，而且的话耐寒性好，生长迅速，在早春播种是非常好的。另外一个特点，它属于菊科，让它和其他科的蔬菜轮作，可以保持土壤的健康，减少病虫害。播种以后加小拱棚覆盖，一直盖到霜冻结束。第10个，樱桃小萝卜。樱桃小萝卜呢，它的特点同样是3个特点。第一个，耐寒，我们早春种。第二个，它生长迅速，种下去以后35天到40天就可以采收。那咱们3月20号播，基本上到4月底就可以吃。那我们
种的方法和前面几个一样，直播种以后将小果棚覆盖，保温保湿。我们介绍这么多品种，都是天还非常冷的时候。这个时候种菜种下去，为什么能种？秘诀在哪里？就在小果棚。那小果棚怎么盖？请看这里。